福宝就是熊猫圈网速最快的选手吧？公主紧跟时事站上了奥运冠军颁奖台，很难不怀疑这小妞半夜看手机了。就连奥运会也要参加，上台后还不忘自信的仰头。只能说当过大明星的熊就是不一般。本来还以为福猪猪会不适应新环境，或是像留学期间因为独自一熊，总是闷闷不乐地坐在树上，哪曾想小家伙回到自家彻底放飞自我。从前被大型游乐设施吵得不耐烦，一听到雷雨声就害怕的他，如今却一点不害怕外场的刮风下雨。不是坐在洞口大口干饭，就是在雨中呼呼大睡，谁都喊不醒。当游客放另一位顶流花花的主题曲时，这小妞听到后瞬间起立，还竖起耳朵满院子寻找歌声。没想到宝贝非但不生气，还这么情绪稳定。或许是因为福宝习惯老家的生活，这小妞还开始随地大小躺。从前吃个竹子也被教育面对游客的她，如今彻底躺平开心干饭，总感觉猪猪有种川渝人民的松弛感。而福宝之所以会这么自信开朗，还得是徐奶爸的用心照顾。他看到闺女一开始不停打滚后，会第一时间阻止造成对方刻板的行为。小福，回来，过来。徐奶爸还多次在镜头前呼吁游客不要鼓励福宝随意打滚，几句话就体现了他对毛孩子的爱护。真的不愿意他出去打太多的滚。刚回来的时候在隔离区，环境陌生，还焦虑紧张，还害怕，应激反应他就会打滚。打滚对他来说，时不时打一下就行，但不要经常去打。正因如此，福宝表现情绪才会这么多样。表面上看着严肃的徐奶爸，对福猪猪的爱意也是一点也不少。他会在做行为训练时候，偷偷摸着宝贝闺女的小手不撒开。只是路过福宝外场的小门，老徐也忍不住摸摸小家伙的脑瓜。即便是福宝在内场等着加餐，奶爸也会特意拿来食物给福宝检查。公主同意后才能送到外场餐桌上。都说老徐是直男奶爸，总是在镜头前吐槽自家宝贝，可他嘴毒的外表下却是十足的偏爱。其他熊猫不是被他调侃年纪大，就是被奶爸当成福宝，喊男孩子们起床更是粗狂的前子音。三哥，可奶爸喊亲闺女起床时，那声音要多加就有多加。还没睡醒啊？看那眼睛鼓得好圆好大。老徐平日里还经常给福宝开小灶，上山砍竹子已经是家常便饭，就连水果冰蛋糕也是公主独一份的。只能说老徐对福宝的偏爱真的很明显，难怪小家伙在他身上体会到了家的温暖。徐奶爸看到福宝恨不得嗓子家冒烟，这还是那个吐槽闺女的直男奶爸吗？虽然吃的可以了嘛，还没睡醒啊？眼睛鼓那么大，看那眼睛鼓得好圆好大。要知道福猪猪昨天还被他唠叨，奶爸看到他睡在青团窝里，直接吐槽小福不爱干净。你看个屎，你爸爸睡在一起，你真的是那么多干净地方不去睡，你就要睡点干的。不过其他小熊就没有奶爸的夹子音待遇了，隔壁的草和和还在呼呼大睡，结果直接被奶爸粗犷的叫声喊醒。小花儿，你啥子？只能说重女轻男存在于每个家庭，而福宝作为家里的大小姐，不仅吃喝不愁，还有保姆伺候。当宝贝在外场美美干饭的时候，小徐化身铲屎官，兢兢业业为闺女收拾卫生。当福宝在内舍等奶爸加餐的时候，奶爸还不忘关心闺女，不仅将竹子整整齐齐摆放在木架上，临走还要宠溺地摸宝贝闺女的脑壳。从熟练的动作来看，他私下少不了撸熊。要知道，自从徐奶爸接受照顾福宝后，受到的争议不断，经常被网暴指责他很少和福猪猪亲密互动，还有对毛孩子的外场提出质疑的粉丝。可这些都是基地经过各方面考量的决定，奶爸无权干涉，也是为了福宝好。他能做的只能是竭尽全力宠娃，不是偷偷摆放鲜花庆祝公主独一无二的生日，就是用各种丰容露齿器吸引对方动脑筋。不过徐奶爸对闺女这么宠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毕竟福猪猪亲人可是出了名的，其他滚滚睡觉时躲得远远的，恨不得一头钻进外场，只有福宝紧挨着栏杆，只想靠近奶爸，这让老徐怎么能不心动呢？况且福宝还是乐于助人的孩子，一看到奶爸打扫卫生，他就忍不住上手帮忙。当对方在内场打扫卫生时，福猪猪也要趴在小窗口监督老徐。即便宝贝还在内舍休息，可小家伙一听到奶爸的声音后，还是会满眼深情看着对方的背影，简直就是熊猫圈的纯爱战士。而奶爸想要喊闺女吃竹子时，只需要一声呼喊宝贝就立马前来，这乖巧的样子谁看了能不迷糊？难怪老父亲会忍不住对闺女彩虹屁。哎嘛，这是乖娃娃嘛，大熊啊，不是小熊啊，说的就是你，二十多人。总感觉徐奶爸说这话，有种孩子成为熊中龙凤的欣慰。熊猫圈的阿贝贝到底有多奇葩？第一次见到对轮胎爱不释手的小熊，壮壮在这个赛道上一骑绝尘，
身为小女孩的她一点不斯文，成天挎着个轮胎四处晃悠，无论干饭还是爬楼梯睡大觉，都和自己唯一的阿贝贝不离不弃。即便壮壮一不小心摔了个屁股墩，也要在最后一刻勾住轮胎。不懂就问，这是有防腰间盘突出的作用吗？都已经和壮壮公主焊在一起了，要知道女生爱美，熊猫也不例外，很难不怀疑这小妞把轮胎当成银镯子，臭美的同时还能转呼啦圈减肥。估计饲养员拿走闺女的轮胎后，壮壮比扶墙痛哭的芒小五还要伤心。别看振声的名字起的霸气十足，可他私底下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宝宝。谁家成年女熊的阿贝贝是块破布，上一秒还想装作一副拽姐的样子，下一秒就抱着自己的阿贝贝撒娇耍赖，还是个小逼嘎的闲仔，却对蓝色水桶情有独钟。身为妈宝男的他看到阿贝贝后，竟然叼起来就跑，连奶妈都不香了。而党生将不锈钢盆视为阿贝贝，走到哪里都要带着，就连爬树看个风景也要和对方一起，结果下一秒就摔到地上踢了醒。或许是因为他的阿贝贝结实耐造，党生还时不时来个足球大赛，酣畅淋漓的一脚简直能玩虐中国足坛。党生显然不太爱惜自己的阿贝贝，飞云却是含在嘴里都怕化，上班营业也得抱在怀里小心呵护着，对待小白象比某些宝妈带娃还要认真。不知道的还以为飞云变可怜了，一旦有心怀不轨之熊觊觎阿贝贝，金刚芭比就会重拳出击。只是因为金虎偷走小白象染上气味，他就往门口一趴，直接堵熊。内心 OS： 你有本事就放学别走。福星的阿贝贝绝对是年纪最大的，据说是亲妈粉送给孩子的礼物。这小子从小玩到大，将胖头鱼视为自己的好朋友，即便对方颜色大变样盘包浆也不放手。相比之下，鱼可就有些重口味了。他的阿贝贝竟然是自家老妹的臭脚丫，打从娘胎里出来就盯上了鱼爱。大壳子平日里逮到对方更是不撒口，非要抓着脚脚一顿狂吸。爱姐都被自己的年熊老哥给整无语了。还有栾川的整活男神灵岩，他的阿贝贝绝对是全网最奇葩的。不可移动的水池是他的挚爱，这小子除了吃喝玩乐就是泡澡。胖妍一坐进小水池就放飞自我，不是开心到唱歌，就是在水里疯狂造青团。原来水池阿贝贝是他的灵感来源，而萌兰的阿贝贝却是他得不到的。每次看到奶爸拿梯子，这小子的反应比谁都要兴奋，只是碍于他越狱的前车之鉴，没人敢将梯子放在萌儿的院子里，只能说滚滚们一个比一个会玩。网友们还知道哪些熊猫的阿贝贝呢？萌儿不愧是公认的窝头标兵，独自一熊扛起来整个北洞的 KPI。奶爸给其他小熊的窝头都是一小块，唯独萌儿的窝头和大饼一样，可肩负能者多吃任务的他没有丝毫怨言，即便被噎到打嗝叹气也能强忍着吃下去，甚至还知道用小竹筐接住掉下来的碎渣。其他滚滚不吃的窝头，奶爸也会打包带来送给自家小孩。还没睡醒的二小子就被强行投喂，虽然他全身都在抗拒，但他思考2秒还是会主动接过来，很难不怀疑这小子被 CPU 了，总是被奶爸奶妈哄得一愣一愣的。不管是大饼子窝头还是砖块形状的都能大快朵颐。别看萌儿吃窝头毫无形象可言，可他的未婚妻飞云优雅得很。虽然大连的窝头没北洞那般难以下咽，但萌妹为保持完美身材便遮法少吃，第一步就是打碎化整为零。飞云的小手放在窝头上来回扒拉，没一会就从 XL 码换成 S 码。他的第二步就是假装手滑，窝头就这样水灵灵的飞走了。估计这2套都够二小子学半年的。而福宝身为留学的海龟公主，口味和土生土长的本地熊猫截然相反。小福从小到大都对窝头情有独钟，从前冒着被打的风险偷妈妈的，长大回国后直接站着吃，因为窝头太美味都来不及好好做着了。身为局长的花花平日里乖巧惹人爱，可他吃起窝头的时候就有些颜面尽失了，不仅暴露了自己的小肚腩，还吃得满身都是碎渣，难怪热心妹妹忍不住吃花姐肚子上的剩饭。最好笑的还得是显眼包灵颜，这小子是熊猫圈出了名的邋遢大王，从没见过哪个熊猫吃个窝头还一个劲往脑袋上抹，难道是沾点油味才更香吗？而巧巧也对窝头有种莫名其妙的偏爱，每次干饭都是大快朵颐，3口一个也是不在话下。估计不爱吃窝头的熊猫看到都得食欲飙升。这小妞的同事也很满意工作餐，星美每次干饭的时候都开心到吧唧嘴，只能说这俩熊的伙食可不是一般好，毕竟北洞的窝头可是熊见熊嫌。萌儿能给奶爸个面子坚持吃下，可那群大少爷大小姐一个比一个挑食。萌萌不吃窝头，整天给奶爸脸色看，小白天直接嫌弃到翻白眼，就连性格温顺的萌兰都表演起来假吃。只能说北洞快去改一下窝头配方吧，不加蜂蜜的干巴馒头哪个小熊能喜欢？